歡迎大家回到 Gina TV。大家都知道紋眉呢是很多女生喜歡做的一個美容項目之一。近這幾年呢，其實男生也越來越多喜歡做紋眉。像現在比較年輕的一些男生啊，他們為了想要像韓國歐巴一樣，所以他們也會因為愛漂亮來做眉毛。除此之外，我覺得其實中高年齡層的男性來做眉毛的比例也越來越高。可能是因為我比較成熟吧，所以其實我這個中高年齡的男性顧客真的是越來越多。包含科學園區裡面也有蠻多直男工程師，他們會想要做眉毛。那我常常做男生的客人，我就發現他們 care 的點跟我們在做女性客人的時候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。今天呢，我就要來分析所有這個男性他們來做眉毛的時候，他們其實真正的需求是什麼，他們在意的點是什麼，他們擔心的是什麼。好，經過我常年做男性顧客的經驗之下，我覺得第一點，他們最焦慮的，也是常常一進來就會問的，我等一下做完之後，我的眉毛到底會不會像蠟筆小新眉一樣？這時候我們就要講一下什麼是蠟筆小新眉了。蠟筆小新眉就是兩條眉毛，從眉頭到眉中到眉尾，全部都是一樣的顏色，而且是深的顏色，又或者是大家想象中的很深很深的灰色，或者是很深很深的黑色。其實那個就是蠟筆小新眉。但是以我們現階段的技術，其實我們不會做兩條很深的眉毛給你，因為現在的技術呢是由線條的排列，又或者是點點下去做混搭，呈現出來會比較自然一點，所以不可能會像蠟筆小新眉一樣。當然，這個時候還是要看一下紋繡師平時的作品大概是怎麼樣做判斷。第二個就是我發現他們在溝通的時候，有蠻多紋繡師會使用的專業術語，在講解的時候，他們是非常不理解。舉例來說，你這個眉峰高一點啊，你兩邊的骨頭哪邊有多凸啊，所以我幫你怎麼調整啊？其實客人可能真的都聽不太懂。由於這樣的情況之下，客人只能頻頻點頭，然後紋繡師就以為我們已經達成良好的溝通，就馬上要進行下一步了。其實殊不知，客人其實很焦慮，他根本完全听不懂。好，因為剛剛的溝通這個專有名詞聽不太懂之後，會衍生什麼問題？第一個客人來，他可能會非常熱情的表達，例如說他走進來就說：“我要劉德華的眉毛，我要劉青雲的眉毛。”為什麼我都講那個這麼老的男星啊？還是我的？接下來呢，紋繡師就會跟他講說：“哦，大哥，因為你這邊的骨頭這邊比較高，這邊比較凸，所以呢，我們就可能只能這樣那樣。”然後呢，客人就可能開始聽不懂了，因為這邊就有專業術語聽不懂，什麼眉峰太高啊，什麼你的貴人圈怎樣啊。好，當你溝通開始有隔閡的時候，下一步就是他會使出大絕招，他乾脆我聽不懂你在講什麼啊，隨便你啦，給你做啦，反正呢我就信任你啦，你給我做好，做不好等一下你就知道了，隨便你。之後接下來就會進入了兩個結果，一是滿意，二是不滿意。不滿意呢，他就會進入這個挑剔與後悔的狀態，然後就要你幫他調整更多。但是殊不知，萬一我們一開始如果做的比較多，那它是不能減少的。我覺得在溝通的時候，常常流程上面就會出現了這樣的問題。這時候如果你遇到的是一個有經驗的老師，然後溝通上面可能真的很多問題，但是結果是滿意的就沒問題了。但是往往有爭議的就是出在結果不滿意。第四個就是他們最常會有的問題就是：老師，等一下做眉毛的時候是不是真的很痛？我這裡真的發現，男性的顧客跟女性的顧客真的很大的不同，就是男生對疼痛的耐受度非常的低。我覺得其實这個就是女生常常有在做醫美啊、打雷射啊，所以自然而然的那個耐受度就會比較高。但是這個男生就是他們根本都沒有對他的臉做過什麼保養啊，或者是打過什麼雷射啊，所以他們對這個臉部的這個一點點東西，他們都是非常的敏感的。那他們在做的過程呢，就會變得非常緊張。其實這真的不用擔心啦，我們這個出手沒有很重啊，你放心吧。而且我們現在最新的技術就是我們的機器線條眉，其實它是不會出血的，所以真的不會很痛。第五個就是蠻多客人在做的時候，他們會很焦慮的點，就是我們在幫他設計一個眉毛的形狀，紋繡師必須要做出兩邊的對稱的邊框出來，然後客人就會以為我是要這個框，然後填好、填滿、填黑。我們其實是要這個框裡面呢，我們會加上線條與點點的排列組合，來做出自然好看的樣子。所以如果你沒有先跟他說明這個框裡面要做哪些事情，他就會一直很害怕，是不是你要把他這個框呢填滿？因為他覺得這個框如果填滿的話，他就會跟你講出這一句話，就是老師，我一定要把我的眉毛做這麼粗嗎？其實真的不是你想象中的那個樣子。以上呢就是很多男性客人他在做紋眉的時候，他會產生的一些小小的焦慮。那其實這些都不是問題。那 Gina 老師通常都怎麼來解決這些問題的呢？首先，我們一定要知道直男他們想要什麼，他們要的就是科技化的講解。所以呢，我就會使用與中華民國美業教育協會共同研發而成的專業 APP，在大
大螢幕的平板上面做操作，我會把你的臉部照片呢放大至1:1的真實比例，然後在螢幕上模擬畫線，跟你做討論，所有抽象的術語全部都畫成具體的視覺呈現。所以呢，在我們操作客人之前，客人就已經大概知道會是長什麼樣子了。那我的第二招怎麼來解決客人的疑慮呢？這個是我自己發明的哦，我分享給大家聽聽看，客人們也可以聽一下，這樣是不是符合你想要的？就是我在操作的時候呢，我會在你的眉毛左右各做上50%。接下來我就會拿鏡子給你看。我們的男性顧客們通常拿了鏡子看着這兩邊50%的眉毛，他們大部分的人都會放下心防來，就是我這個眉毛淡淡的，蠻好看的，我覺得我可以再加一點哦。接下來的50%，我會引導顧客，讓他去跟我一起共同的為他的眉毛來增加顏色，或是增加它的這個密度。我要表達的是，其實前面的50%你看到之後，其實客人已經放心了。後面的50%他又可以全程參與，他去好好的去弄他的眉毛，哪裡去加上它的顏色，他通常就會蠻放心的。而且他在跟我們一起共同加顏色上去的時候，客人會越來越知道他要的是什麼，他也會越來越有參與感跟这個做完之後的喜悅感。好，到這邊呢，我就要跟你講一個小小的案例。我做過了這麼多的男性顧客，大的、小的、圓的、扁的、胖的、瘦的，其實我都看過。唯一有一個是我覺得比較特殊一點的案例，就是曾經我有一個客人，然後他其實長得蠻帥的哦，但是因為他可能小時候有車禍過，所以他的臉部的這個地方，他這邊的骨頭是整個是凹下去的。因為有一點靠近眉毛這邊的這個地方，所以我在幫他畫眉毛的時候，兩邊已經很接近，但是視覺上看起來還是會有一點點奇怪。但是以旁邊的人來看是已經沒有問題了，但是他自己的那個角度看，有時候會有覺得好像哪裡怪怪的，因為他這個地方其實有一點凹陷，他看不太習慣。結果呢，我就透過了我們這個 app 在大螢幕上等比例的呈現給他看，並且拉線、對角線多寬什麼都呈現給他看之後，他就相信說我們要操作的這個眉毛整體的比例看起來是 OK 的。後來呢，他也同意去操作。所以呢，我剛剛講了這麼多呢，我只有一段話要告訴我們的所有的男性客人：我知道你看不懂，我知道你說不出來，我真的知道你不知道要問什麼，但是你放心，你先交給我，我會透過專業的科學工具，讓你可以全程參與。希望我的服務可以讓你滿意。GynaTV，我們就下回見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，請幫我按讚、分享、留言、訂閱，並且要打開小鈴鐺，你就會在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最新消息。我是 Gina，我們下回見，拜拜。